文化里有美食，美食里有文化。在华人传统里，除了信仰，最重要的就是美食了。华人的美食文化已经拥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在马来西亚有一样属于南洋华人的传统美食，那就是肉骨茶。我相信大家都有吃过吧？毕竟它也是大马人所熟悉的美食。那么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主人公，就是售卖肉骨茶的小贩。某一天，他突然消失不见，被人发现时他竟然已经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欧巴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优惠哦！还等什么？赶快下单吧！雪龙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2015年的9月26日，马来西亚新山一带有一个外号叫巴古德的人，他是一名越南籍男子。当时怀疑是被人破坏之后呢，再装置到这个行李箱内，然后被丢弃在某间商业单位的房间里。有一天，忽然从那房间飘出一阵又一阵的腐臭味，熏得整个单位恶臭万分。业主闻到后呢，只好打开房门查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就揭发了这一起命案。这起命案发生在柔佛某一间双层店屋楼上。逝者呢是那里的租户，平时他就在对面的美食中心摆档口售卖肉骨茶。根据店屋的业主表示，他的摩托车店就在楼下，因此其员工在较早前隐约闻到楼上传来一股恶臭味，于是，在当天下午上楼拿东西的时候呢，才发现不对劲。当时他们打开传出臭味的房门后看到一个大型的褐色行李箱，他们觉得非常可疑。于是决定打开行李箱，殊不知却有一只人手掉出来，吓得他们赶紧报警。事后根据这个法医的检验，逝者脖子有3处刀伤，应该是致命的原因。业主透露，逝者租房已经有3个月左右，其他房间则是住着2名孟加拉男子、1名印尼以及1名马来男子。此外呢，这名受害男子平时的外号就叫巴古德。因为很多顾客都前去光顾他的肉骨茶档口，久而久之就有这样的绰号。然而业主最后一次见到逝者的时候是发现其遗体的4天前。当天晚上，逝者还曾经联络业主，只是业主没有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但第2天早上呢，当业主尝试联络回逝者时，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怎么拨打也打不通。在报警的前一天呢，业主并没有上楼查看过房内的情况。对于这名逝者，业主表示他平常的为人很随和，也没有和其他人有什么过节，更是没有拖欠过他的租金。遗憾的是，警方对这起案件是以谋杀罪名展开调查的。然而截至今天为止，这起案件依然没有任何结果。难道因为受害者是外籍人士，所以这起案件就没有了下文，不了了之吗？无论如何小南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安好。感谢他在生前用美食疗愈了大家。好的，转换下心情，想问问大家对于大马美食肉骨茶的了解有多深呢？你知不知道最早出现肉骨茶的地方是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巴生。这个地区除了是肉骨茶最闻名的故乡，还有着肉骨茶诞生的故事。清朝初期，许多华人从中国这片土地坐船来到南洋。那时候的马来亚属于英国人的殖民地，而英国人当时呢，因为收刮了大量的物资，于是便需要很多工人把那些物资运回英国。所以当时英国人在巴生建立了很多个深水码头，并让南洋华人们在那里谋生，为英国人当苦力搬运货品。由于当时的华人做的都是体力活因此他们为了维持体力和适应马来西亚的热带地区气候，他们便把闽南及潮汕一带的饮茶习俗加以改良，随后融合马来西亚本地的香料，制成了肉骨茶包。每当早上出门工作前，他们各家各户就会炖煮上一锅热腾腾的肉骨汤，再搭配白米饭来温饱肚子。较早时呢，肉骨茶甚至是属于贫穷人家才吃的食物。
所以肉骨茶汤里呢，也就只有肉骨头啊、内脏和一些碎肉而已。当时马来西亚是没有肉骨茶这一个词的，一般都叫做食肉骨。二战结束之后呢，陆续就有人做起肉骨茶的生意，在肉骨汤中增加中药配方，卖给食客们享用，因此肉骨茶渐渐有了名堂。实际上，肉骨茶就是一款中式滋补汤药，但如果叫做药，不好听也不吉利，所以才改名叫做肉骨茶。虽然在这锅美食当中并没有任何的茶叶或茶的成分，许多人食用肉骨茶时都会泡一壶这个中国茶，为的就是解汤肉的油腻，自此便有了肉骨茶巴骨茶搭配中国统茶的吃法。现今肉骨茶已经从当年的穷人食物发展到不管贫富男女老少都喜爱的著名美食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随一处都能发现肉骨茶的踪迹，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厨师、每家店铺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深入研究的话，在新加坡多数是以海南的做法去烹煮肉骨茶，马来西亚则多数用福建种胡椒、种药材的方式去炖煮这个肉骨。那么有了肉骨茶和汤茶，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就是白米饭了。大多数人的喜好是将肉骨茶淋在这个白米饭上，或者用这个油条蘸汤来吃的。此外呢，一般人有时候还会喜欢配上一小碟加了小辣椒的酱油来吃。以前肉骨茶是被当成早餐来食用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一日三餐都能买得到肉骨茶，随时想吃都可以。对于肉骨茶的烹饪做法，小南也略懂一二。首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有1公斤的猪大骨、600毫升的水、1汤匙生抽、1汤匙黑酱油、2茶匙糖、1碗白米饭、油条和适量的小辣椒段。接下来就是准备肉骨茶的灵魂——肉骨茶香料包。需要的材料有2克桂皮、2克八角、2克白芷、3克党参、3克当归、5克枸杞、5克川穹、5克杜仲、8克淮山、3克黑胡椒以及5克甘草。接下来就是把猪骨肉切成5-6cm 左右的小块，然后用这个沸水烫。烫好后呢，把肉中的血水污垢全部洗掉。接着把所有香料用纱布包成香料包，烧开一锅水，等水滚后呢，加入刚才切好的肉和香料包。随后把调好的生抽啊、黑酱油、砂糖全部倒入其中，焖煮30分钟后就可以转至小火再炖1个半小时，最后用盐和生抽调味就能上菜啦。上桌后，1碗白米饭沾上肉骨茶的汤汁就能开动了。哇，说到我都流口水了。有一句话说，是生命创造了美食，美食滋润了你我。大家也和小南一样爱吃肉骨茶吗？最近大马的语文局也在向华社征求肉骨茶的马来文官方规范译名。目前呢，已经出现了几个不同的译名，像是我们最常用的巴骨茶，还有巴库茶、巴骨茶等等。针对此事，你又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和大家交流讨论哦。我们下期再见啦！事发后的凌晨1点，基金会与救援队带着绳索、氧气瓶进入洞穴搜寻，发现了12双凉鞋和几个背包。他们因此坚定足球队仍然在洞内。由于当时山区降下大雨，洞穴里的水位持续上升，搜救队员并没有携带这个潜水的设备，所以在凌晨3点，他们无奈地选择撤离山洞。在当时，这些洞内水波的水位都很高，加上少年们并不懂得游泳，所以无法逃离山洞。